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听到抑郁这个词时，是否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张沮丧的脸，或者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里哭泣？要是都是这么明显，就能看出哪里出了问题，该多好啊！不幸的是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祸不单行，这种刻板印象导致那些严重患有抑郁症的人，在看上去笑容满面或过着表面上正常的生活时，有时会被不公平的指责或诽谤，说他们是假抑郁。那么，我们就来看看交际花或学霸潜在抑郁的迹象。面具可能制作得很好，但它终归是个面具，他们可能还是需要大家的同情和理解。我们开始吧。1. 他们身处水深火热，却面带笑容。想想迷母里的那条狗，很好，还有那首那京高的歌词，微笑，微笑，尽管心痛，还是知道如何微笑。这不同于傻笑或一笑而过。这种微笑似乎与当事人的其他都不匹配，微笑像是扭曲了的，对，但眼神里似乎有些悲伤，充满了痛苦。这种人是在用这种微笑来隐藏他们的真实感受，或者把真实感受放在一边，这被俗称为微笑抑郁症。他们表面上拥有正常甚至健康的生活，但内心却经历着抑郁的痛苦症状。作为一种说法，微笑抑郁症并不是一种正式的诊断，临床上称其为具有典型特征的重度抑郁症。2. 他们总是给出含糊的借口，比如每次他们被邀请出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我很忙。抑郁症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耻辱。说实话，许多人在面对抑郁症或面对他们所爱的人患上抑郁症时，仍然感到不舒服。结果就是，抑郁的人觉得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抑郁发作，以免感到羞辱或虚弱，或不想因为他们的纠结成为他们所爱的人的负担。他们很快给别人个借口，然后进一步退缩。3. 一切都是笑话，他们也把自己当成一个笑话。所以，统计数据显示，很多喜剧演员实际上都患有抑郁症。从这个迹象来看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人们出于各种原因，以不同的方式将幽默注入他们的生活中。如果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，他们和别人一起笑，让每个人都感到轻松，或者他们只是对生活有一种幽默的看法。这种幽默通常不会指向伪装的抑郁。当笑话对一群人或其中的一个人来说真的不好笑时，这可能是抑郁的迹象。一种类型是攻击性幽默，当一个人用幽默来贬低他人、操纵嘲笑并冒犯别人时，就像欺负别人的人，他们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减轻自己的焦虑。另一种掩盖抑郁的幽默是自我挫败式的幽默，一个人有贬低自己以逗别人笑的倾向，这是把自己放在猴子屁股的位置上，几乎是在鼓励别人嘲笑自己。这两种方式都是用来向自己和他人隐藏真实感情的。4. 他们在白天能把抑郁搞定，然后一旦到家就彻底崩溃。抑郁和心理健康是非常隐私的事，大多数人很少愿意向别人透露自己的挣扎，尤其是向同事或熟人。抑郁的人已经对自己感觉很糟糕了，所以他们至少想要维护一个专业的形象，能被他们的同事和其他局外人积极看待，所以他们将自己的能量储备完全投入这方面，而给生命的其他部分能留下的所剩无几。5. 因为他们经历过，所以他们对别人的同理心和给予他人力量的欲望都有增加。这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爱的陪伴，也可能是一种我知道这是什么感觉的顿悟。我不希望别人有这种感觉。从本质上讲，这是一种通过分享经验与他人保持联系的推动力。通常是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支持他们的人和他们可以联系的人，让自己和别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天平在支持和授权方面要保持平衡，才能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更抑郁。帮一个人解决或排除障碍并不能帮助他们，相反，这让他们感到无助，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。6. 当直接被问到怎么了，他们总是含糊地挥挥手，找借口，比如说我只是累了。我们知道，当然，有些日子跑马拉松比其他日子更辛苦，在那之后感到疲劳是正常的。我们也知道，通常不是每天都这样。一句我累了，
可以有更深的含义，尤其是当它开始成为常态的时候。当一个人正与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时，就好像他们承载着巨大的负担，就像电池永远不能完全充满电一样。这也难怪，大约90%的抑郁症患者都会出现疲劳和疲惫的症状。所以说，之前听到有人快乐而栩栩如生地说那个人很好，但你却听说他们很挣扎，也许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，可以伸出援助之手，让一切变得不同。你可以帮助别人停止用面具碾压自己，真正开始变得更好。我们都有自己的黑点，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是需要看到那一点点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走出黑暗。如果对上面任何一点很熟悉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评论。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再见。